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们要来分析一场被誉为是20世纪，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我有一个梦》。OK， 我知道这篇演说你可能在课本上读过，感觉好像有点距离，对吧？但今天我们不把它当成历史课，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沟通与说服的顶级大师班。我们会像拆解一台精密仪器一样，去分析金恩博士是怎么运用语言的力量，在短短17分钟内改变了美国，甚至影响了全世界。说真的，这些技巧到今天，无论你是在说简报、带团队，还是想说服任何人，都超级有用。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蓝图。首先，我们会快速回顾一下这场演说的时代背景，理解它为什么那么关键。接着，我们会深入拆解金恩博士使用的4个核心说服武器。第一，如何用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定义复杂的问题；第二，如何用强而有力的重复来创造急迫感；第三，也就是最经典的，如何用一个伟大的愿景来描绘未来；最后，他如何用一个巧妙的号召，将整个国家的情绪凝聚到最高点。好，我们马上开始，看看这位沟通之神是怎么炼成的。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963年的8月28日，地点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面。当时有超过25万人聚集在这里，参加一场叫做“为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行进”的游行。你必须了解，当时的美国种族隔离问题非常严重，黑人的投票权、工作权，甚至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整个民权运动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天的成败将会决定整个运动的未来走向。金恩博士是那一天最后一位演讲者，你可以想象他肩上扛着的压力，不只是现场25万双眼睛的期待，更是整个美国黑人社群100年来的希望。那种重量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演说一开场，金恩就下了一步绝妙的棋。他站在林肯的雕像前，开头就说：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这句话直接把现场跟100年前的历史那个伟大的时刻连接起来。但他马上接着说，然而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你看这个时间轴，1863到1963，整整100年过去了。他不是在讲一个新的问题，而是在控诉一个被拖延了一整个世纪的承诺。这就为他接下来要讲的燃眉之急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铺下了最重重也最扎实的基础。这就像你画面上看到的那颗正在燃烧的时钟一样，时间真的不多了。接着，他用了一个非常视觉化的意象来描绘当时的困境。他说，非裔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孤岛上，而周围是物质繁荣的汪洋大海。哇，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资源匮乏，但你抬头一看，四周都是豪华游轮、富裕的城市灯火，但你却被困住，完全无法分享这一切。他没有用枯燥的数据去讲贫富差距有多大，而是用这个强烈的对比，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能瞬间感受到那种被剥夺、被孤立的痛苦。这就是语言的魔力。好的，重点来了，在定义完问题的严重性之后，金恩博士使出了他的第一个大绝招，用一个所有美国人都能秒懂的比喻来定调这整场抗争的本质。这个比喻就是空头支票。他说，当美国的开国元凶写下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时候，他们等于是签署了一张期票，承诺给予所有美国人，包含黑人在内，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今天，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兑现这张支票。结果呢，美国政府给他们的是一张盖着资金不足印章的空头支票。这个比喻真的太神了。
因为欠债还钱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对吧？他把复杂的民权问题瞬间转化成一个具体的、人人都懂的金融违约事件。这不是请求，这是讨债。美国，你欠我们的。这让整个诉求的道德制高点站得非常稳。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个比喻对白人听众也同样有效，因为它诉诸的是美国最核心的价值观——诚信与契约精神。没有人会认同开空头支票是对的行为，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强烈。左边是美国建国时写下的神圣承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这是美国梦的核心。但右边是残酷的现实：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锁链。他用的词都是非常具象的，像是 manacles、chains 镣铐跟锁链，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让听众清楚地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多么深的鸿沟。透过这个空头支票的比喻，金恩成功地把问题从黑人想要什么重新定义为美国应该兑现什么。这个论述框架的转换绝对是第一步成功的关键。好了，在用比喻把问题定义清楚之后，金恩博士立刻切换档位，从诊断问题变成要求立刻采取行动。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他要打破当时很多人主张的慢慢来啦、渐进式改革这种想法。他要告诉所有人，我们不能再等了。而他用来创造这种急迫感的武器，就是重复。他连续4次用几乎一样的语气和节奏喊出就是现在 Now is the time。 这就像战鼓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我们来看看这4句话的铺陈。第一句，是时候从种族隔离的黑暗深谷中崛起。第二句，是时候走向种族正义的光明大道。你看，从黑暗到光明，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第3句，是时候把种族不公变成兄弟情谊的磐石。第4句，是时候让正义为所有上帝的孩子实现。从控诉不公到追求正义，再到实现兄弟之情，最后升华到神圣的层次。这4句排比层层递进，每一次重复都在加强力道，最后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彻底粉碎了任何拖延的借口。但就在这股急迫的情绪被煽动到最高点的时候，金恩博士又做了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关键的平衡。他马上提醒大家，这种急迫感绝对不能转化为暴力。他说，我们必须永远站在尊严与纪律的高度上进行斗争。这句话太重要了，他一方面用 Now is the time 点燃群众的热情，另一方面用 Dignity and Discipline 也就是尊严与纪律为这股热情装上了刹车和方向盘。这确保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本质，也赢得了更多中间派白人的同情与支持，让对手没有任何借口用武力镇压。这就是所谓的有温度的坚持，有原则的冲撞。我们继续看下去。在成功定义问题、创造急迫感之后，演说来到了一个传奇性的转折点。其实，演说的前半段语气是比较沉重、比较控诉的，但接下来金恩博士的语气一转，从对残酷现实的批判转向对美好未来的召唤。这就是整场演说的灵魂。我有一个梦。他说的第一个梦地点就选得极具象征意义，乔治亚州的红色山丘。乔治亚州在当时是南方种族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之一，而在这个充满历史伤痕的地方，他描绘的画面是什么？是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幅画面它不只是关于平等，更是关于和解。它描绘的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未来，而是一个能够超越历史伤痛、真正和解的未来。这个格局一下就拉得非常高。第二个梦，他把视角拉回到自己身上，提到了他的4个孩子。这一步真的非常高明。他把一个宏大的政治诉求瞬间变成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期盼。他说，他梦想有一天，他的孩子们将会生活在一个不是用肤色，而是用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这句话
直接击中了在场所有为人父母的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被公平的对待？透过这个个人的、充满温情的梦想，他成功地让这个议题跨越了种族，变成了一个普世的人性价值。第三个梦，他又把场景拉到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地方——阿拉巴马州。当时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是个极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金恩博士甚至在演说中直接点名他，嘴边挂着反对联邦法案的言辞。但在这个最黑暗的地方，他描绘出了最光明的画面：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手牵着手。这不只是一种希望，这是一种在绝望当中宣告胜利的信仰。这种强烈的对比，让这个梦想显得更加珍贵，也更有力量。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金恩博士连续用了8次“我有一个梦”这个句式，在修辞学上，这叫做 anaphora， 也就是首句重复法。为什么这个技巧会这么有效？第一，它创造了一种诗歌般的强烈节奏感，非常洗脑，让人想忘记都难。第二，它不断地强化核心讯息，也就是梦想。第三，这种重复会堆叠情绪，就像音乐的副歌一样，每一次重复，情感的共鸣就更强烈。最后，当全场25万人跟着这个节奏一起呼吸、一起感受时，他们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被这个共同的梦想凝聚成了一个共同体。演说的情绪已经被推到了一个高峰，但金恩博士还没有结束，他要使出最后一招，把这场为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扩大成一场为整个美国寻求救赎的全民运动。他的工具就是另一段精彩的排比，让自由之声响彻 Let Freedom Ring。 大家注意看他选择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它不是从南方的抗争前线开始，而是从北方的新罕普夏州和纽约州开始。这2个州是美国建国初期的13州之一。他这么做其实是在暗示，这个自由的诉求是根植于美国最古老、最核心的立国精神之中的。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策略。他先从理论上最应该支持他的地方开始，建立论述的合法性，告诉大家，嘿，我们谈的是美国最根本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冲突。接着，他的视线转向了西部，从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到加州的山坡，西部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美国的开拓精神、机会和未来。那是美国梦的应许之地。他把自由的钟声敲向西部，等于是在说，如果没有种族平等，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梦想就是不完整的。最后，也是整个演说的最高潮，他把自由的钟声敲向了南方，乔治亚州、田纳西州，以及当时种族压迫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他说，要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州的每一座山丘响起。这是一个极具勇气和力量的宣告。他直接在压迫最深的地方宣告自由的来临。这不是逃避，而是直面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地理学上的布局，大家可以看这个表格，真的太精妙了。他带着听众进行了一场横跨美国的声音之旅，从北方的创始理想到西部的未来希望，最后回到南方的冲突核心。他透过这个地理上的铺陈，巧妙地把一个群体的抗争变成了一首属于整个国家的交响乐。他告诉所有人，只有当自由之声在每一个角落都响起时，美国才能真正的完整。在走遍了美国的山川之后，他把视角拉回到人的身上。他说，当自由之声响彻云霄时，最终的画面是什么？是所有上帝的孩子，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所有人都能够手牵着手。你看到的最后，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种族的框架，把这个梦想提升到了全人类的层次。这就是团结的终极愿景。最后，他引用了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的歌词，用尽全力喊出了这3句排山倒海的结尾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re free at last。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这不仅是演说的结束，更是情感的完全释放，是一个横跨100年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回到今天，我们重新解构这场演说，可以发现它就像一个完美的沟通蓝图，从用比喻定义问题，到用重复创造急迫，再到用愿景启发人心，最后用号召凝聚行动，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今天这个充满纷争和对立的社会，我们是否也能从金恩博士的智慧中学到什么？当我们面对能源转型、世代正义这些复杂议题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像空头支票一样简单的比喻？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像我有一个梦一样能团结所有人的愿景，而不是只有互相指责？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拆解了金恩博士我有一个梦演说中的4大沟通武器。第一，用空头支票的比喻重新定义问题框架。第二，用就是现在的重复创造行动的急迫感。第三，用我有一个梦的愿景团结人心，超越分歧。第四，用让自由之声响彻的号召，将议题格局提升到全国层次。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